如果你把一位太极拳大师放进那个现代综合格斗的铁笼里面，那个画面一定超违和的，对吧？对，一定超奇怪的。就是他们那种很慢，然后一直画圆的动作，加上完全没有防护的站姿，看起来绝对是格格不入嘛。但如果你把时间倒转，回到16世纪的战场，然后想象一下，在他们手里塞进一把大概3公尺长的白蜡杆长枪。哇，那突然这些每一个原本看似奇怪的动作，其实都会展现出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致命逻辑。没错，所以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手边有一份蛮特别的资料，叫做《太极不是玄学》。我们今天的目标呢，不是要卷入网络上那些什么太极拳到底能不能打的无聊口水战。那个争论真的蛮常看到的。对啊，所以我们要为你做的是从这份文献中提取出一个绝对会让你脑洞大开的真相。也就是说，太极拳的核心深处其实是一套被高度加密的古老冷兵器密码。只要我们能解开这套密码，你就会发现，太极拳从来都不是我们刻板印象中那种软绵绵的慢动作健康操。相反地，它是一套极度精密，甚至可以说是超严苛的身体工程学。所以我们之所以会觉得太极拳在现代擂台上好像不堪一击，是因为我们完全放错场景了，对吧？完全正确。太极拳在诞生的第一天，它所面对的测试环境就不是什么有规则、有量级、有裁判的公平比赛，它面对的是冷兵器时代那条生与死的红线。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理解太极拳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先搞清楚它不是什么。没错，这个反向思考很重要。你看哦，当我们看着现代的散打或是拳击，选手们戴着拳套，然后有着非常轻巧、充满弹性的跳跃步伐，他们追求的其实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在规则允许的部位上累积点数嘛。这是现代竞技的逻辑。但是太极拳完全没有这种轻盈的弹跳，他们双脚几乎像是粘在地上。如果你是为了空手互殴，这种移动方式简直是自找死路啊！其实这就是擂台跟战场的差别，因为在现代擂台上，你失误一次可能只是被打中一拳，失去几分，或者大不了被击倒，裁判会冲进来保护你嘛。对，总有个人会喊停。可是想象一下，时间倒退几百年，当你面对的是一把随时会刺穿你咽喉的长枪，或者一把超沉重的朴刀，那个实战的代价是被无限放大的。哇，那容错率就不是低的，是根本是0啊！对，就是0。所以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武术的首要任务绝对不是怎么用拳头漂亮的击中别人，而是如何闪避那条致命的攻击线，还有如何在任何极端受力的情况下都维持住自己的绝对重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跳来跳去。没错。当你面对长兵器时，双脚同时离地去弹跳是极度危险的，因为那会让你的重心瞬间失去跟地面的连结，也就是俗称的失根。只要对方长枪一扫，你整个人就飞出去了。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比喻，这其实就像是你走到河边，看到一个人正在做非常完美的划船训练，背部肌肉收缩，核心超稳定，结果你跑过去批评他，这样跑短跑一定会输。对，你跟他说，老兄，你用这种姿势去跑100公尺绝对会输。这不是因为他不懂得控制身体，而是他正在训练的身体任务跟短跑根本是2个截然不同的物理宇宙啊！这个比喻真的点出了最核心的盲点。我们太习惯用空手搏击的节奏去衡量一套其实是从兵器身法里抽象出来的技术了。所以太极拳最初要解决的痛点，从来就不是徒手对打，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逻辑上的矛盾了。什么矛盾？如果整套系统都是为了避免被长枪刺穿，那为什么他们要空着手练？这听起来非常不直观呢。为什么不直接拿枪出来练就好？这就必须提到这份资料里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线索了。明代将军戚继光在他的纪效新书里面给出了一个完全颠覆我们现代人认知的答案。戚继光怎么说？戚继光的观点非常有意思。他提到，拳法在古代其实不是一种孤立的空手格斗术，他把拳法定义为初学入艺之门。初学入艺之门，所以它是一个先修班的概念吗？对，
这代表拳法是为了让士兵的身体先习惯某种特定的协调性、重心转换跟发力方式。因为以前的士兵很多都是没受过训练的农民嘛。了解，所以你必须先透过空手的拳法，把你的身体改造成一个能够完美传导力量的载体。兵器根本是同一套身体语言的两种表达方式而已。哇，如果我们现在就把长枪这个变数加进去，很多事情突然就说得通了耶。这里最迷人的地方是我们来想象一把3公尺长的白蜡杆长枪。根据杠杆原理，如果一个人的发力习惯不好，只用肩膀或手臂的肌肉去挥那把枪，那个3公尺外的枪尖一定会剧烈晃动吧？根本不可能精准刺中目标啊！对，一定会狂抖。而且更糟的是，如果对手拿沉重的兵器往你的枪身上用力一压，只要你的肩膀有一点点僵硬，那个力量就会透过长长的杠杆，直接把你整个人掀翻。哇，这就是物理学最无情的地方。所以当你拿着长兵器的时候，你的手指绝对不是力量的终点，真正的终点在几公尺外的枪尖上吗？没错，任何一个关节的僵硬或是肌肉的紧绷，都会形成力量传导的断层。所以太极拳里有一句常被当作玄学口诀的名言，叫做其根在脚，发于腿，主宰于腰，行于手指。我以前听到这句话，总觉得像是在听某种道家养生哲学，感觉旁边要配着古琴跟焚香之类的。听起来很抽象，对吧？对啊，但如果你手里握着一柄3公尺的长枪，这句话根本就是一份最硬核、最物理的长枪操作手册嘛。完全正确，力量必须从脚底踩地的反作用力开始，毫无阻碍地通过腿、腰、骨盆的旋掌，最后才传导到枪尖上。等一下，所以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所以公园里那些阿北练得很慢的动作，根本不是为了放松神心。哈哈，其实不只是放松，他们其实是在做慢动作的力量传导压力测试，对不对？为了确保力量在身体传递的过程中没有断掉吗？就是这样。这也解释了大家常见的疑惑。如果我们套用长兵器的物理学，那种慢其实是在极其缓慢的过程中去扫描自己体内的力量传导，去检查力量有没有卡在肩膀，腰有没有转动，确保从脚底到手指间的每1公分都没有发生断裂。对，当你把动作放慢，你才能真正感受到那条看不见的力线有没有贯穿全身。这真的不是单纯的放松操，而是一种极度专注的神经与肌肉控制训练。这里才真的有趣了。既然我们已经把长枪这个强大的滤镜装上了，我们就来把它套用到太极拳最标志性的4个核心动作上看看，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掤、捋、击、按。这4个动作如果单纯看空手，就像是在半空中摆出奇怪的姿势而已。对，感觉莫名其妙的。但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一场2人手持3公尺长枪的生死交锋，这4个字会构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物理攻防方程式吧？没错，我们可以把这想象成一次连续的交手。双方兵器接触的瞬间就是掤，这绝对不是用手臂的力量去死撑对方的长枪哦。如果死撑的话，手臂一定会断掉吧？绝对会。在持枪对峙时，掤是指你的身体和手中的枪身建立起一个充满弹性，但绝对不会塌陷的立体支撑结构。也就是说，当对手的重力压下来，你透过身体的骨骼排列，把这个巨大的力量一路引导卸到脚下的地面，这是一种不被压垮的结构学。对，这就是掤的核心。好，但如果对方的力量实在太大，或者他的供给线直逼你的要害，你不可能永远撑在那里嘛，你必须改变对方长枪的轨迹。这就是第2个动作捋的作用，对吧？这是非常精确的推论。捋绝对不是单纯把对方的兵器往旁边硬拉。如果硬拉会怎样？如果你硬拉，反而会把对方的枪尖直接导向自己的胸口。当对方的兵器像毒蛇一样刺进来的时候，你是用自己的兵器粘住对方的枪身，然后顺着他的力量轨迹进行引导翻转。所以是让那条致命的攻击线刚好从你的身边擦过去。对。这时候资料中提到了一个常常被神化的词，叫做听劲啊，听懂对方的力量，这个词听起来超像特异功能的。其实一点也不选。在兵器交锋的脉络下，听劲就是纯粹的物理触觉反馈。
当两把木质长枪交叠在一起，对方身体重心的任何转移，肌肉的任何收缩，都会化为震动，沿着木杆传导到你的手上。哇，所以你不是在用耳朵听，你是在用手部的神经去读取对方兵器传来的微小物理形变，然后在他真正发力前预判他的动向。这太酷了吧？这个解释非常到位。而一旦你透过捋和听劲，成功引开了对方的攻击，让他落空，这时候对方会瞬间失去重心。那就轮到我们反击了，这就是第三个动作挤吗？没错，这就来到了挤。因为你占据了中心线，你将你全身的质量从脚底的蹬力，经过腰胯的整合，像一堵墙一样，透过你的兵器，毫不留情地向前送出去。所以这不是用手臂去推，而是用整个身体的动能去摧毁对方的结构。这等于是完全的防守反击啊。那最后的按呢？当你把对方逼退，或者在他试图重新组织下一波攻击之前，按就是利用你的长兵器，结合你身体下沉的重力，去封锁、压制对方的进攻路线。就是把他按死在那边。对，你把他的兵器压制在一个无法发挥作用的角度，让他彻底失去反击的能力。这4个动作连贯起来，就是一套在兵器碰撞中求生存的精密演算法。听起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养生体操，而是在脑海中执行一个极度暴力的模拟器啊！其实是非常硬核的实战技术。但这就引出了一个最现实也最关键的问题了。既然太极拳的灵魂是长兵器，那为什么兵器最后会从这门技术中消失？为什么现在几百万人只是在公园里空手比划？难道只是因为古代政府禁武吗？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政府禁武确实是一个很有戏剧张力的说法，历史上也真的有过对军用武器的管制，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那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是因为武器逐渐退出了人类的日常生活。随着时代演进，从血肉横飞的战场、镖局的防身需求，再到村庄的自卫，最后进入了城市化的社会。大家每天醒来不再需要提着一把长枪去保命了。对，当那个生存安全性的压力消失后，原本依附在实体兵器上的技术就面临了转型的压力。最终，它被提炼压缩，保存在了空手的拳架里面，也就是枪法变成了杆法，最后升华成了纯粹的空手身法。哇，所以太极拳就像是一个被高度压缩的 zip 档案，里面其实装满了冷兵器时代的技术，只是我们现代人失去了那把叫做长枪的解压缩密码而已。这个比喻太棒了，完全就是这样。这就直接切入我们今天的核心焦点了。探讨这一切，对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一个可能正坐在办公室里，每天敲键盘，完全不需要拿长枪跟人拼命的现代人，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太极拳里面有没有藏着一把枪？这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理解这个秘密，能彻底改变现代人看待自己身体以及进行身体训练的方式。怎么说？如果你不知道太极拳里面藏着枪，你只是照着外形在那边比划，那你练出来的就只会是软趴趴的体操，没有阻力也没有结构。但如果你懂了这个逻辑，你就可以利用这个隐形的兵器来进行一场极高强度的身体协调与重心控制。我们具体来拆解一下这个过程好了。假设我现在站起来，我要如何在没有实体重量的情况下去启动这种训练？关键在于神经系统的视觉化暗示。下次当你试着比划动作，或者做任何需要协调性的运动时，你在脑海中强烈的给自己塞一把又长又重的白蜡杆长枪，就是骗我的大脑，我有拿重物。没错，当你想象手中有巨大的重量时，你的大脑会自动改变肌肉的征召模式。你会开始问自己，我的中线在哪里？我的肩膀是不是习惯性的耸起来了？我的骨盆有没有稳定？最重要的是，我的脚底有没有牢牢抓住地面，把力量传上来？对，
没有那把隐形的枪，你的动作只是在挥动手臂；但有了那把枪，你的大脑会被迫唤醒深层的筋膜和核心肌群，去建立一个能够支撑重量的立体结构。这其实是一种骇客级的神经重塑技术，因为你看，我们现代人长期盯着荧幕，低头滑手机，或者瘫坐在椅子上，我们的本体感觉早就退化得非常严重了。大家都有各种文明病。对啊，我们的头颈经常前倾，完全偏离了脊椎的支撑线，身体处于一种长期的失衡与代偿状态中。但当我们在脑海中模拟手持重兵器的状态时，我们其实是在强迫神经系统重新寻找身体各个部位的联动性，就是把那些因为久坐而沉睡的深层稳定肌肉全部叫醒。现代人虽然不需要在战场上保命，但我们面对的是另一种无形的生存危机。像是肢体的僵硬、重心的失衡，还有随之而来的各种慢性疼痛。没错，所以太极拳本质上是一门极致的重心管理学。当你在脑海中重建那条古人对抗兵器的力量防线时，你其实就是在对抗现代生活带给你的重力崩坏。对，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视角的转换，真的把太极拳的层次拉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确实是这样。我们来为今天的深度探唱做个总结好了。太极拳不是一套失败的现代格斗术，它的假想敌从来都不是擂台上的积分板，而是冷兵器时代那条冷冰冰的生死线。它不慢也不软，它是将古代战场上最残酷、最讲究物理法则的兵器技术加密压缩之后，完美保存在人类身体里的一块活化石。如果我们把它连接到更大的宏观视角来看，这正是人类身体智慧最迷人的地方。实体的长枪大刀虽然已经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但是我们的祖先在面对生死存亡的极大压力时，所锻炼出来的那种对抗外力、寻找绝对平衡的智慧，却透过这套拳法一代一代地传承了下来。那支枪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它只是被藏进了神经与肌肉的记忆里而已。对，它变成了一种内在的修炼。在我们即将结束这次的探讨之前，我想给你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全新的思考点。我们刚刚聊到，古人透过在脑海中想象手握一把其实不存在的长枪，成功的欺骗了或者说引导了他们的大脑，让身体进入一种完美协调与重心平衡的状态。这是非常高明的智慧。那么，活在现代的我们呢？我们每天被各种3C 产品包围，身体被现代科技工具塑造成了一种极度失衡、脆弱的姿态。既然古人可以用虚拟长枪来整合身体，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发明一种专属于现代人的虚拟工具？这听起来蛮有意思的。譬如说，下次当你发现自己又在捷运上低头驼背时，你能不能在脑海中强烈的想象自己正扛着一个极度沉重的沙袋，或者想象你的头顶有一条高张力的钢索，正把你整条脊椎笔直的往天空牵引？哇，利用大脑视觉化暗示来调整姿势。对，我们是不是能利用这种强大的暗示，随时随地在日常生活中破解我们糟糕的姿势，找回身体的主导权？当我们放弃用看综合格斗的眼光去要求太极拳，愿意走进它底层的兵器逻辑中，我们反而找到了治愈现代文明病的古老解药。没错，这是一份跨越时空的礼物。感谢你今天跟我们一起完成这趟充满惊喜的深度探讨，期待你下次在生活中，当你感觉身体僵硬、重心失衡时，也能在心里稳稳地握住那把专属于你的隐形长枪。我们下次见。下次见喽。